的故乡，告别我的家园，无奈的再次走远方。说不尽的惆怅，挥不去的忧伤，在与你执手泪眼相望。回望来时路，不堪回首是满目的凄凉。往事如此难忘，我和你曾共同度过许多温馨的时光。忘不了你高山，忘不了你土芬芳，天涯海角伴我谱写流浪的乐章。忘不了你月亮，忘不了你梅花香，伴我漂泊走远方。好家伙！哎，西昌，哈，想不到才几年，当年的文弱书生，现在也有2下的功夫啊！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我还记得我临走的时候，村口两旁的木棉花正在盛开，好像跟我道别一样。这个景象我一直都忘不了。什么木棉花，我想不起了。我只记得走前一晚，我家那只黄狗一直吠个不停，吵得我整晚睡不着。结果第2天马上宰了吃掉，多痛快！哎，世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回去啊？不回去了。在台儿庄作战的时候啊，中了一枪，差点连命都没有。哼，这次难得我能活着回来，想娶个老婆好好过日子就算了。哈，我们的世忠哥想要成家立室了。哎，找到对象了没有？哎，还没有啊。那随便吧，当兵这么多年啊，只要是女人，样子过得去，能够生孩子也就行了啊。这还叫随便啊？你的要求可不低啊。哎呀，别光说我了，哎，你呢？什么时候成家？啊，还是已经在外面成家了？说什么？这四海未尽，何以为家呢？哎呀，都这么大了，还说这些干嘛？我是说真的，这趟回来主要是看看我阿爸。等清明一过，我就回部队报道去。什么？你还要回去啊？哎呀，我知道我们客家人喜欢当兵，但是你书读的这么多，哎，白面书生啊，这不太可惜了吗？国家多难，我们不挺身而出怎么行呢？是在这里看来很太平，可我不想在这村子里过一辈子啊。再说外头还没安定下来，我想趁自己还年轻，还有能力，为国家出点力呀。你是这么想，可是你阿爸会答应吗？过些时候再说吧。我想啊，他一定能够谅解我的，也一定会支持我的。喂，别再说这些了，我这么久没回来，得好好吃一顿。
亲哟。人家可对你没意思啊！对我没意思，瞧我的！海茫相逢，秋毛情哦，闷闷做马家就唔会人哦，后里沙家是泪不闷闷海有星光梦游。天空烟黑一片墙，子那雷霆无影，高个面皮像银猴，快表上天哎随风起。呜喂！哎，人家叫你上天去，叫你死啊！叫我上天去，哼，没那么容易啊！跟我来吧。哎，上哪去啊？喂，哈，世忠在这。喂，别这样，人家是女孩子啊，别闹了，走吧。一会儿说别玩了，知道吗？就一会儿吧。谢谢啊。等郎妹，等郎妹，等郎妹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孙世忠啊，跟你同住在庆隆寨的。哎，那他是胡旭生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我前天回来，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呀？我管你们是谁？哈哈，哎，等郎妹啊，你到底等到狼没有啊？那我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用扁担打我们，现在还是不是一样啊？世忠啊，哎，别闹了，哎，别玩了。哎，世忠，哎呦，哎呀，等郎妹，世忠，别玩了，世忠，放手！放手啊！世忠，来，放手！放手啊！哎呦，放手！呀！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来，快上来！来，不好意思啊，他绝不是有心的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。看什么看？哦，对不起啊。来，我帮你。啊，哎，喂，好了，别闹了。这等郎妹也真是的，还是那副脾气啊。世长公啊，你出身自官府世家，向来德高望重、知书识礼，这是公认的。所以这次啊，由你来主持修写县志，记录我们县里近年来的大小事，是最适当不过的啦。就别推辞了。是。老实说，能为地方上修写县志，这确实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。说的是。哎，只可惜。旭生回来了！旭生回来了！旭生回来了！我二儿子回来了！是。回来了，是啊，他回来了，旭生回来了！你好啊，长得这么高了。哎，你好，旭生，好吧。啊，你看长得壮了啊，终于回来了。
回来就好了。他整个都变了啊！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不知义。哦，人不学不知义，为人子方少时。亲师友，习礼仪。学生，你回来啦！太宗，我回来了，你好吗？好。哎，玉峰，怎么了？不记得我是谁了？我是二叔啊，叫我啊，快叫！不记得了啊？二叔。哎呦，乖乖，长得这么大了，哎，来，让我抱抱看，多重啊？哇，这么重啊！学生啊，你要回来怎么不先通知我们一声啊？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。哎，我去杀鸡。也不必了，自己人。哎，说真的，这次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又能跟自己的家人团聚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事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这次真的可以说是祖先保佑了，旭升今天才可以平安的回来。如今我们一家又可以团聚了。是啊，自从你走了以后啊，阿爸日盼夜盼，就盼着你回来的一天。现在终于让他盼到了。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去当兵6年，阿哥又不在，多亏你照顾他们2个。千万别这么说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这个我什么还走？不走了，还要留下来呢，跟我一起修写县志。哦，阿爸。刚才他们请你过去，就是谈这件事啊。啊，是啊。刚才我还一直担心自己没这个能力，所以我就拒绝他们。如今想起来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现在可不同了，旭升回来了，有他来帮我，我们父子俩可以好好携手修写县志。这在地方上可说是少有的事哦。来，二叔陪你过去玩啊！啊，哎，将来一定乖啊，流芳百世，东西啊，成为地方上的一段佳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在讲正经事儿。今年的收成好，比上季多2成，盐价又涨了，今年的利润可高呢。这块田是你的吗？啊？说什么？赚来的钱又不进你的口袋。你发什么癫呢？说什么梦话？开工吧，开工吧！切！太空，你别去啊！我跟你说，这块田是一定要卖的。我不同意，我是怎么样也不会卖的，除非阿爸死了，我们分家。太公，你别这样，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，反正要过番了，你就把它卖了吧。你不用再多说了，我不卖。都要过番去了吗？太公，太公，你听我说，太公。少爷，发生什么事？大少爷发这么大的火？哼，他呀，怎么劝都不听，分明都要过番去了，这烟草田可就舍不得卖。少爷，可能大少爷有什么苦衷呢？他会有什么苦衷呢？哼，他是为了讨老头子的欢心。老头子说一，他不敢说二。那老头子又是死脑筋，认为啊，卖田就是等于分家，就是不孝。反正我们全家都要过番了，你说留着这些烂田有什么用处啊？哎呀，说的也是，二少爷。哎呀，我们客家人都是四海为家，哪里可以落脚就去哪里。可能大少爷他想不通，所以才这么固执。想通了就没事了啊！没事了。你不去做工，在这里废什么话啊？做工，这就行啊，这就行。
看隔壁邻家那些田才是肥田呢，种出来的东西多好。哎呀，要是能够弄它一亩半亩的，那才有机会发达，才有机会翻身呢。你又在做白日梦啊？你会说话，那我可发达了。是我们啊！哈哈，许生，你回来了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呀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我们3个人呐，很久没坐在一起聊天了。哎，我记得上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谈到要到厦门读书呢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这一走就好几年了。我一念完书就去当兵，你们感到很意外吧？哎呀，这有什么意外？那个时候大家满腔热血要报国。哎，我跟他也从军了。哦，是吗？你还敢提啊？才上阵不到几个月，就让子弹打中屁股了。真的吗？送到医院的时候还偷偷的跑回来啊！哎呀，我是力不从心，没办法。我比你健壮，又没你敏捷。我上前线去啊，不是等着做炮灰。我说你啊，这几年还是一样，这张嘴巴最灵活。哎，以前的事就别提了，我们要往前看。哎，这次回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还有什么打算？先娶个老婆，生几个孩子再说了。哎呀，无后为大，成天都想着这种事情。哎，你呢？我呀，过了清明呢，就回部队去了。那，你说他是不是变了很多啊？以前文质彬彬的，现在却变得这么勇猛啊！所以我说你们不明白，这国家先有国才有家，这国家还没安定下来，我怎么能够成家呢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了不起啊，文武全才！哎，别光说我们了，你不想去当兵，那你想做什么？当兵是太危险了，娶老婆又太麻烦。说实在的，我是想买几亩田才是正经事，那以后的生活就不用愁了。买田要用很多钱的，你行吗？事在人为嘛。以前我阿公阿爸跑江湖卖唱，别说田了，连块石头也买不起。我是想替他们争口气，你说应不应该？是应该的，只可惜我的钱不够，能不能够帮我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的钱是要娶老婆的。哎，崇志可以帮忙的，我常跟他通信，他经常提起你们。哪有这么容易啊？他前几年去英国念书，现在应该念完回新州了，也不知道他几时回来。这你放心好了，他老婆在这儿，他一定会回来圆房的。提起经验，他也怪可怜的，这一等就等上10年。哎呀，金燕啊，今天怎么这么忙啊？没什么，多编几个，明天好拿出去卖。那你忙你的吧。好，您走好。哎，阿公啊，出去啊？下田啊？啊，好，慢走啊。金燕啊，我。哎呀，你这个孙媳妇啊，真是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啊！你最有我的心了。哎呀，阿公啊，只喝一点点罢了。行了，一点嘛，我知道了。那你慢慢喝啊。还喝啊？好啊！这次还不让我捉到你在偷喝酒啊！阿婆，瞎眼婆，你哪只眼看到我喝酒呢？不用看，看我的鼻子，闻一闻就知道了。阿婆啊，其实阿公只是喝一点点罢了，没关系的。金燕啊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越来越不听话了。趁我不在，竟然偷偷让阿公喝酒。下一次啊，我一定要写信告诉崇志。告诉他，让他以后回来教训你，看你以后还敢不听话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金叶疼我也不行啊！你会写信，我就不会写啊！我也要写信给他说，你这个老太婆成天在这唠唠叨叨的，快把我们给烦死了。
公，我也要告诉他，你身体不好，还要偷偷喝酒。我喝一点点不行啊。先生，不行了，先生回来了。是啊，你出去啊。不行不行。阿婆啊，世忠他们来看你啦。先生，还有牺牲镜头也来了。好，先生，你回先来了。生，好久没见你了，你好吧？我好。牺牲他在这儿，他是世忠。阿婆，你好。好，老太婆，看不见就不要装着看见，真是的。哎呀，都一样嘛，反正啊，你们都是崇志的好朋友。来，进屋里坐。来，进去坐吧，来。小心啊，小心啊。没什么改变，我们几年没见，还是老样子。你们呐，有空要常常来看看我这个老太。老太婆在这里呀，你要带他们到哪儿去啊？来，哎，坐，坐。哎，今夜啊，快去倒茶。哎，不用了，哎，我带酒来了。哇，好香的糯米酒啊！来，我们大家干一杯啊！再喝也就会喝瞎的。哎呀，喝瞎也是值得的嘛。难得大家聚在一块儿，那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瞎了，要是我也瞎了，我们2个人瞎在一块儿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喝一点嘛。难得大家这么高兴，阿婆啊，哎呀，这重志在就好了啊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他每年都说有空就要回来看我们，可是等了1年又1年，都快10年了，一次也没回来，只有照片1张啊。有照片啊？哎，拿来看看嘛。在楼上，我这就去拿。哎，今夜不必了，在我这儿。原来是阿婆收着，你自己看不见还要收起来，不让别人看着，真是的。哎呀，放在这里比较安全嘛，万一不见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婆，我看你还是让金叶姐收着吧，这样从志也可以陪她睡呀。哎呀，谁收着都一样嘛。哎，金呀，重志以前啊矮矮小小的，哇，现在啊变得这么高大潇洒。当然了。像我，一表人才，对不对？像不像啊？胡子，就不知道他到了那边这么久，又到什么英国去读书的，还记不记得我这个乡下婆？怎么会不记得呢？想当年呐，我去过的地方也不少啊，有好像阿美利坚呐，这个巴拿马、暹罗啊、廖内啊，这些地方我通通去过，最后还不是回来娶这个乡下婆。是啊，幸亏娶到我这个乡下婆，你今天啊才有这么一位又聪明又斯文的乖孙子。承认自己啊！来，喝酒来。我是记者啊。这位先生，你可以说一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是最后一个进矿场的。当我进去里面的时候，就听见噼里啪啦的很多沙石就这样滚下来了，我还来不及喊救命，就已经被压住了呀！哎呦，那既然这么危险，为什么你们还要开工啊？对呀，为什么要开工啊？因为没办法嘛，老板吩咐，我们就只好开工喽。有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跟他谈过了，可是他是坚持要开工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算他倒霉了，来矿场还不到2个月，就发生这种事情啊！那个工程师已经被困了3天3夜了，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他年纪轻轻啊，只不过是20多岁，可是，哎，你看，他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朋友啊！你看，你快看看，我的孩子在这边啊！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是报馆的记者，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朋友，是个工程师，被困在里边，是不是？我想跟你聊聊。
我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想跟你聊聊。喂，你是谁啊？对不起，我是报馆的记者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姐姐现在很烦，请你走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打扰。你走开，她真的很烦呐！快来啊，这里有人呐！姐姐，我们去看看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你在干嘛？走开！别这样啊，姐姐。老总，老总，走。哎，老总，老总走。哎呀，走。哎呀，改行了，当搬运工人了。你再说话不做事，我就把你搬出去啊！哎呦，你就是爱说话。老总，需要我帮忙你。顾问说又不见得你去帮忙，真是。哎，重志啊，你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什么事啊，老总？来，帮我把书本拿开啊。哎，日久失修，经费不足，没办法。来，走。哎，对了，你采访锡矿厂的这篇文章我看过了，写得非常详细，相当深入，我很喜欢。哪里？你太过奖了。你太谦虚了。你现在年纪轻轻的，笔锋就这么尖锐，实在是很难得啊。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水准啊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尽力而为的。那就好了。哎，你跟我来。啊，各位，趁你们大家都在，我要宣布一个消息啊。什么消息啊，老总？什么消息？从现在开始，张崇志就是我们《狮城日报》的正式记者了。哇，同志，恭喜你！恭喜！哎，你好，恭喜啊！恭喜！谢谢。老总，其实我的试用期下个月才满吧？嗨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以你的成绩呢，是绝对有资格当正式记者的。好好的干，别让我失望哦。一定。孩子大了，自己会想的，你就别操心了嘛。你别老是帮他说话嘛。你知道他最近写些什么东西啊？一下子呢就攻击那个锡矿的主人呐，草菅人命啊，剥削工人呐。那另一下子呢又批评那个市政局的卫生工作做得不好啊。那谁知道下一次又攻击谁呢？这有什么问题呢？这可是事实啊，明眼人都看到的。哎呀，可是他这样乱写啊，很容易得罪人的嘛。那些高官呐，背后都有人撑腰的，万一他们不高兴，把我们全家人都抓走，那怎么办？没那么可怕吧？没那么可怕。今天他的同事小刘啊，来当铺告诉我，叫崇志小心一点，不然的话就会像他这样被人家白白打一顿呢。爸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爸妹，又为了什么事唠唠叨叨啊？唠叨。我跟你说啊。你把报馆的工作辞掉啊，到当铺来帮我的忙。又有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都是那些报馆惹出来的事情啊！你听我的话啦，把它辞掉了。我不想你像小刘这样被人家白白打一顿。哎，
阿爸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。那个是小刘自作自受啊，写什么五国皇后，他是为了要讨好那个蔡芳芳，所以贬的那个林小英啊一文都不值。那个林小英不服气，所以找人打他了。我不管啊，总之我叫你辞工就辞工了。你讲讲道理好不好啊？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那我就干脆把你就要怎么样啊？啊？把你们带回唐山去了。男人是不是很可怕啊？怎么啦？怎么突然间这么问呢？哎呀，我告诉你也行啊，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。到底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我家那两个老的，好像在替我找户人家，要把我嫁出去哦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那你以后呢就不用再做等郎妹，可以做人家老婆了，太好了。话是这么说啊，但是就不知道要把我嫁给谁呢？这个，哎，你的地瓜怎么卖呀？你不卖给你，走啊走啊！不卖就算了嘛。走啊！喂，你干嘛这么对他？又不是他要娶你。哎呀，我怕嘛。如果真的要我嫁给大肥猪的话，我情愿一生做等郎妹，在家里服侍那个母老虎算了。母老虎，桂花婆啊！哎呀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担心这么多了。桂花婆啊，一定会替你找户好人家的啊，别担心了。我呸呀，她会这么好心呢？我怎么会像你这么好呢？有个好婆婆，还有一个好老公。重志啊，哎，你别提他了，他这么久都没回来，说不定啊把我给忘了。哎，不会的，我相信啊，他会是个好丈夫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每个人都欺负我，只有他才会关心我、安慰我。好也没有用啊，他现在在南洋那么远，我想见他一面都难呢。哎呀，他去了南洋才好啊，那以后你就有机会过番啦。哎呀，你别羡慕我了，这个世界啊，好的男人还多着呢。对，但是往哪儿找啊？哎，热番薯怎么卖啊？哎呀，你可买不起呀，算了吧。哎，老子有的是钞票，多少钱一斤啊？再多的钱我也不卖给你。神经病！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你要是这样下去呀，天黑你都卖不完呢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桂花婆会找怎么样的男人给我。那些日本鬼子很可恶的，我抓到一个，打到他半死啊，他还不屈服啊！啊，想用刀来捅我，哼！幸好我机灵啊，我一脚踢他的头啊，他就好像风筝一样飞出去啊！哎，这还不算啊！哎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的部队啊去一个村子里扎营休息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每个都睡着了。突然间我听到脚步声。大家都没有发觉，只有我一个听到了。我看到前面3个鬼子就拔起枪，砰砰砰，3个就砰砰砰倒下了。哎，还有更精彩的，我向上面放了一枪啊，结果一个这样砰的掉了下来。啊，因为他在树上埋伏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他都跟我们说了。对呀，不过他就比较厉害了。他说他一发子弹呢，可以连射3个敌人啊！这么厉害呀，厉害到抬不起头啊！你看，我的确跟他同一个部队，哎，可是他当不到6个月的兵就退伍了。
打日本兵的时候啊，他还跑去躲呢。哎呀，谁躲了？哎，你们说啊，肚子痛啊，难道就不可以拿着枪到另一边去大便吗？哎呀，那时候他在那头，我在这头，他开3枪打3个人，我开1枪。是真的，上海啊是个很洋化、很繁荣的城市。记得在小时候跟阿爸去过那里啊，那个时候日军还没来，整个城市啊五光十色的，晚上还有路人来来往往，有很多地方给人家跳舞，还有放映影画片呢。唉，只可惜啊，这次去啊，整个情况都变了。整个城市呢一片死寂的，像个鬼城一样，死气沉沉的。哎呀，旭升啊，这次难得回来，什么时候成亲啊？赶快去娶个老婆，生个白白胖胖的娃娃，好让你阿爸开心嘛。对啊，这件事啊，过些时候再说吧。旭升是个读书人，又打过仗，能文又能武。菊香要是嫁了给他，也不错呀。这么一来啊，心里就开心的多了。人家胡家是个书香世家，怎么肯入赘我们家呢？你就别再做这个白日梦了啊！那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幸好我屁股的肉够硬啊，就是死的好像你射都没事。你看静红怎么样啊？他呀，哎，那颗子弹就是射在这里。虽然呢是口甜舌滑了点，不过跟菊香也蛮相配的。当然了，哎，我连野猪都打过了，日本鬼子算什么？只当他是个大萝卜啊！这个好，人高大又威武，又是神枪手，能打猎。要是菊香嫁了给他，我们啊就不愁没得吃喽。你到底是看上哪一个？去了那么多地方，我还觉得我们这里想得美啊你！就我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。别看呐，我们这个刀子跟日本鬼子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今天召集大家来这里，是要跟大家谈谈打山猪的事情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最近那些山猪啊，又来破坏我们的农田了。只是一夜之间，就已经吃了我们好几亩的农作物。对呀，真是可恶啊！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把这些畜生给消灭。对，消灭。好。现在我要跟大家谈谈打山猪的规矩。哎，我的声音最大，我负责打锣。是的，别吵。好，凡是用猎枪打到山猪的人，就可以分到山猪的头、它的尾、山猪的皮，它的肉以及五脏。公平，这样公平了啊。至于其他参加围剿山猪的人，全部都可以分到山猪肉。哎，好。这是山猪肉分的山猪肉啊，我们也去啊！好啊！哎，桂花婆有山猪肉分，我们也去呀！去！桂花，你别听他的，一户人家只要有1个人去就可以分山猪肉了。现在菊香去了就好，你就别去了，危险嘛。说的也是，你去啊！哎，大家听我说啊，旭升呢在部队6年当过兵，打过仗，那我建议呢由他领头。哎，旭升啊，你带领我们去围剿山猪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各位乡亲，我去从军这几年来，咱们村子呢都受到山猪的破坏，这6年他们更是猖狂。对。但是山猪虽然凶猛，我们还是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到村子来捣乱。对，说得好。我已经观察到了，被破坏的几亩地里面呢，他们留下了不同的脚印。这就证明了昨天晚上来的山猪呢，不只是1只，而是很多只。多只啊！而且在锣声响了之后，他们向北坡的丛林跑去，留下的粪便呢还是温热的。哎呦，这我倒没有注意到。我注意到一件事，这北坡丛林朝东的树木比较少，在市中有。你带领2个猎枪手在这里埋伏。是。其余的人呢，拿着铜锣还有武器，包围整个丛林。要是看见山猪出现的话，就拿木棍以及锄头追打他们。逼他们逃向市中埋伏的地方。对。好，哎，这山猪敢来啊，我就1枪1只，把他们送上西天。哎，还有啊，你们要是听到这个大铜锣呢，3声连响呢，就是山猪被解决掉了。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拿着铜锣，千万不要慌张，
看见山猪就使劲的挑锣，因为山猪最怕的就是铜锣声了，千万不要单独行动，免得遇上不必要的损伤。哎呀，敲锣的事啊，就交给我负责，我一定做得妥妥当当，错不了。那就好了。好。小声点。静红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！旭生说过的，山猪凶残，单独行动是很危险的。什么？他有没有说过不可以屙尿？哎，算了，他这个人呐就是这样的。等到分山猪肉的时候啊，他一定抢在最前头。走吧。有山猪啊！有山猪啊！别跑啊，抢！打到山猪啦！哇，太好了，有山猪肉分啦！看什么？我刚才在树上放哨啊！哎，有猪肉分了！哎，你们还不去分猪肉？哎，快走！有山猪肉分了！我们走了。哎，有山猪肉分了！快点！各位乡亲，今天的打山猪呢，可说是战果辉煌，单单市中一个人就打了5只了。快点，分山猪肉啊！好。现在我们开始分山猪肉了。我们让市中来开始切第一刀。好。哎，哈哈。其实呢，能打到这么多山猪，也是旭生领导有方啊。哎，这一刀呢，应该由旭生来。哎，旭生，来，哎，干脆就由你们2个切第一刀吧。哎，对，不过我也有话说啊，打猪的有功劳，不过打锣的也有苦劳啊。哎，说得对。其实这打锣的也该找个代表，就静红吧，他带领妇女去打锣，这功劳也不小啊。哼，山猪还没有来啊，他就去撒尿；山猪来了，他就躲到大树上去。他有什么功劳啊？除非那只山猪是被他的尿熏死的。人有3急嘛。好了，各位现在呢，就由这3位年轻人来开始切第一刀吧。各位去吃饭啊！哎，我看这3个男人当中还是世忠最合适。我也是这么想。你说的对呀，旭生呢念了这么多年书他爸一定不会让他入赘的。说的是。静红呢？哎呀，我真的看不上眼好吃懒做。世忠呢，从小到大就是由我们庆隆寨的人一把泥土一把屎的把他拉扯大的。要是把他招赘入门是他的造化，他怎么会不肯呢？是，你说的是。哎，
你除了对我说是之外，还会说什么？是，哎，你说的的确是。真是让你给气死了，死老公啊你！哇，世忠啊，你分了那么多山猪肉啊！哎呀，你真是有本事啊！谁要是跟你合伙时啊，那真是太有福气了。真是有本事啊！便宜你了，便宜我？哎，你也有份吃的，怎么会便宜我一个人？说了你也不会懂。出来！我。